中国的金融裂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撕开。最新披露的半年报就像一记闷雷，把中小银行的脆弱处境无情暴露出来，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急剧下滑，房地产坏账飙升，连抵债房产都变成了烫手山芋。曾经支撑地方经济的中小银行，如今正一步步走向金融孤岛。别忘了，中国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他们握着数亿人的存款，却在这场经济寒冬里瑟瑟发抖。银行最重要的赚钱方式是什么？就是净息差。所谓净息差，就是银行靠存款贷出去的钱赚取的利差，是银行的饭碗。可如今，这个饭碗被敲碎了。根据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2025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只有 1.42%， 城商行只有 1.37%， 农商行也只有 1.58%。你没看错，这个水平已经贴近业内普遍认定的盈利警戒线。警戒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已经到了快要喘不上气的地步。举几个数字你就会明白。常熟银行虽然还撑在榜首，净息差 2.58%， 可比去年还是下降了13个基点。厦门银行惨到只有 1.08%， 是所有上市银行的倒数第一。紫金银行、江阴银行、贵阳银行等净息差降幅超过20个基点，利润被直接削骨抽髓。这可不仅是个别银行的问题，大多数中小银行的净息差都在下降，几乎全线哀嚎。息差没了，银行怎么活？很多银行只能铤而走险，疯狂增加金融投资。资料显示，城商行金融投资占比已经高达 37%， 农商行也有 34%。这听上去像是找新出路，但实际上呢，就是把命压在债市和各种高风险资产上。债市一波动，血本无归。换句话说，银行是在拿储户的钱去赌博。如果说净息差下滑是慢性病，那房地产坏账就是急性心梗，这才是最致命的。来看一组骇人的数据，青农商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从 7.17% 猛增到 21.32%， 余额暴涨到21亿元。这意味着它的不良贷款有60%以上来自房地产。银行说是个别贷款风险暴露，呵呵，这种个别能让市场吓得直哆嗦。郑州银行房地产不良率高达 9.75%， 重庆银行 7.19%， 杭州银行 6.44%， 江苏银行 3.95%。贵阳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也从 2.86% 涨到 3.19%， 坏账压力从房地产企业蔓延到普通居民。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接一个倒下，烂尾楼、断供潮、房企违约，层层传导到银行账面上。中小银行比国有大行更依赖房地产相关贷款，一旦房企死掉，他们几乎无路可退。记住，银行最怕的就是不良率。一个行业的不良贷款暴涨，足以拖垮整个银行体系。或许有人会说，那只是上市银行的数据，规模大，抗风险能力也强些。可真正危险的是非上市的中小银行，他们才是潜藏的金融黑洞。财通证券的报告显示，宁波鄞州农商行半年内资产规模下降了 15.45%， 山东莱州农商行下降了 12.04%。这些银行没有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一旦资金链紧绷，就是死局。更可怕的是资产结构，陕西神木农商行、云南红塔银行、山东莒县农商行的金融投资占比超过 45%， 最高达 52.34%。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银行，而是在玩金融投机。一旦市场动荡，瞬间全军覆没。再看资产质量，广州农商行逾期率从 4.45% 暴涨到 7.12%，
株洲农商行和大通农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分别冲到 4.15% 和 4.97%。这背后暴露的事实是，中小银行正在悄无声息地崩塌，而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此一无所知。盈利没了，坏账增加，银行的资本自然被吃空。半年报显示，只有1/3的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上升，其余都陷入造血困难。审计机关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山东11家农商行合计接收了 16.93 亿元抵债房产，结果因为没人接盘，直接烂在账面上。这些抵债资产成了新的僵尸资产。僵尸资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钱被套牢了，既不能变现，也无法支持新的贷款，反而拖垮了银行的资本周转。数据还显示出一个可怕的分化，东部沿海的城商行还能勉强撑着，比如江苏银行，上半年净利润突破200亿元，稳坐全国城商行第一。可中西部的农商行盈利萎缩，坏账飙升，日子惨得不能再惨。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少数银行还能挣钱，大多数银行在泥潭里挣扎。金融体系正在被撕裂成两半，一半还能喘气，另一半却快窒息。把目光放到国际上，这种困境更让人心寒。中国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 1.42%， 很多中小银行低于 1%。美国银行业净息差在 2.5% 至 3.5% 之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数据表明，2024年第4季度，全美银行净息差为 3.28%。换句话说，美国银行还能靠利差滋润地活着，而中国中小银行已经被勒住喉咙，还要面对房地产和地方债的双重炸弹。低利差加高坏账，中小银行简直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中国有超过4000家中小银行，他们不像国有大型那样有央妈兜底，更多依赖地方财政和自身造血能力。可现在的问题是，地方财政早就弹尽粮绝。财政部的数据表明，2025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其中隐性债务更高。大量地方政府靠城投平台借新还旧，一旦融资受阻，就把压力甩给地方银行。而地方银行往往正是这些城投平台最大的金主。比如贵州、云南、河南等地的农商行，大量贷款直接砸进了基建项目、地方平台和房企债务里。项目停摆，资金链断裂，坏账飙升，银行首当其冲。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某个地区的中小银行撑不住，可能不是一家银行倒下，而是整个区域金融体系坍塌。对于普通人来说，银行倒闭的最大风险就是存款取不出来。近几年，中国已经出现过多起中小银行取款难事件。2022年的河南村镇银行案，几十万储户被拖欠存款，抗议无门。到了2023年，内蒙古、辽宁等地也爆出村镇银行流动性紧张的情况。而如今，当半年报冷冰冰的数据摆在眼前，存款人最担心的就是下一个河南村镇银行会不会就是我家门口的农商行。数据显示，中国存款保险基金规模只有约 1.3 万亿元，而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国银行存款余额高达290万亿元。换句话说，如果挤兑风险真的爆发，保险基金杯水车薪。一旦民众信心被点燃，局部危机就可能演变为全国性金融恐慌。别忘了，中小银行不仅服务企业，也服务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没钱发工资，就指望银行借款；地方政府要推基建项目，也靠银行融资。可如今，银行本身都在亏血，哪还有能力输血给地方？山东省审计厅的调查已经给出一个警示：11家农商行接受了 16.93 亿元抵债房产，
但无人问津，直接闲置。这些抵债烂楼背后，就是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搞房地产的烂摊子。银行本该是经济的润滑剂，如今却成了债务泥潭的受害者。银行与地方财政已经绑在了一起，一起下沉。未来可能出现3种场景：一、区域性倒闭潮，部分中西部农商行率先破产，引发局部挤兑风波；二、金融投资暴雷，中小银行过度压住债市和非标资产，一旦市场波动，亏损加剧；三、地方财政绑架，地方政府和银行一起沉沦，陷入互保式死亡循环。无论哪一种，受伤的终究是普通人，贷款更难，存款更不安全，经济更下行。中国的中小银行正在成为金融体系里最薄弱的环节，净息差下滑，坏账飙升，资本补充困难，所有的矛盾在这里集中爆发。别忘了，中小银行的背后是农民卖粮的存款，工人辛苦攒下的养老钱，小企业勉强维持的流动资金。当这些银行撑不住的时候，最先受害的不是房企，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普通人。这就是危机最悲惨的真相。